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古装男神诚意豪赌地心计划，看剧抛脸如何撕裂舒适圈。剧抛脸是观众对演员的最高褒奖之一，诚意在古装剧里已证明了自己，但在完全陌生的科幻领域，他那套细腻的表演方法论还管用吗？从琉璃的雨丝凤到莲花楼的李莲花，诚意凭借一系列古装角色积累了极高的人气。观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古装美男。在单飞这个关键节点，他选择了一部名为《地心计划》的现代科幻悬疑探险剧作为开端，直接从云端仙宫跳进了漆黑未知的地底世界。这一步直接从云端仙宫跳进了漆黑未知的地底世界。要知道，诚意这个名字几乎和古装剧深度绑定。从琉璃的丝凤到莲花楼的李莲花，他凭借一系列古装角色积累了极高的人气。有统计显示，他出道以来参演的电视剧中，古装剧占比极高。观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古装美男。在单飞这个关键节点，选择一部现代科幻剧作为开端，这个决定本身就充满了话题性。毕竟，演古装剧对他来说是一条被市场验证过、最不会出错的稳妥之路。《地心计划》这部剧改编自《鬼吹灯》作者天下霸唱的小说《地底世界》。根据备案信息，这是一部由优酷出品、共28集的网络剧，计划于2026年首播，并被列入优酷少年换内容主题单元。从题材上看，这完全跳脱了诚意过往熟悉的领域，不再是衣袂飘飘、谈情说爱，而是地底探险、科幻悬疑，充满了未知与危险。这是一场理性的职业规划，还是一场充满不确定性的豪赌？胜算几何？转型动机叹息，不止于跳出舒适区。在市场竞争白热化的当下，诚意选择跳出舒适圈，背后有着多层次的考量。古装剧市场竞争激烈，观众审美疲劳的现象日益明显。寻求多元化发展对演员的长远职业生涯显得尤为必要。从个人艺术追求来看，诚意过往采访中流露的对表演的敬畏与钻研态度，可能促使他主动挑战硬核题材。他试图打破重复的表演模式，追求更广的戏路和更深层的表演探索。选择地心计划被普遍解读为诚意主动寻求转型，打破固有标签的强烈信号。演员最怕被定型，而诚意古装专业户的印象已经非常深刻。此前有分析指出，他在2022年曾试图通过接拍正剧底线来拓展戏路，但该剧的积压延迟播出，让他的转型之路一度受阻。单飞给了他重新选择赛道的机会。拒绝续约时，有消息称欢瑞世纪曾给出极具诚意的条件，包括青云志2、琉璃2等大制作男主配置以及子公司股份，但诚意以想要自主挑选剧本为由拒绝了。接拍地心计划正是这种自主权的第一次实践。同时，行业趋势也在驱动这一选择。国产科幻、探险题材的崛起与市场潜力，让选择地心计划具备了贴合市场风向的考量。核心挑战剖析跨越表演与拍摄的鸿沟，表演方法论的迁移与冲突。诚意在古装剧中形成了独特的表演范式，他擅长依托台词、微表情、眼神传递复杂情感，节奏相对可控，注重意境美感。莲花楼中，他通过肢体语言、眼神微表情、打戏风格和生活化细节的极致反差，将同一副躯壳下锋芒毕露的李香怡与温润通透的李莲花区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灵魂。在沉香如屑中，他一人分饰应渊、唐周、玄烨三角，仅凭眼神便让观众清晰区分角色内核。应渊是天界隐忍克制的帝君，目光深邃如寒潭，
举手投足间皆是神性的疏离感。唐周作为人间少年侠客，眼神清澈灵动，挑眉扬唇间尽是少年意气；而修罗王玄烨则邪魅狂狷，眼尾微挑时野心与欲望呼之欲出。然而地心计划这类科幻探险题材需要的表演技能完全不同，它强调整体状态、体力、紧绷感、对极端环境的本能反应，大量依靠动作和肢体语言驱动叙事，从由内而外的情感驱动表演，转向由外而内的体能状态驱动表演，诚意可能面临思维方式转变的挑战，硬核拍摄带来的实践挑战。为符合探险家角色所需，推测诚意需要进行专项体能、攀爬、器械使用等训练，这对演员身体控制提出了更高要求。结合地心设定，在模拟舱狭窄布景中进行长时间表演，对演员情绪层次、节奏张弛和心理承受力都是独特考验。科幻剧大量依赖的特效场景，要求演员面对绿幕或虚空，精准想象并反馈出不存在的地心奇观、未知生物。这种无实物与绿幕表演，对信念感和想象力是极大挑战。很多科幻片里的震撼场面都是在绿幕前拍摄的，演员如何呈现坐上太空电梯的感觉？这种表演需要极强的想象力和信念感。科幻探险剧是高度工业化的产物，演员表演需与后期特效、美术、音效精密配合。诚意需要适应这种新的创作协作模式，从相对独立的古装剧表演，转向与庞大技术团队紧密配合的工业化流程。潜在优势评估，那些可能决定胜算的筹码。行业观察者视角下的个人特质。程毅身上有着肯钻研的敬业精神。从尹涛等合作导演对其的评价来看，他沉下心来研究角色，吃苦耐劳的品质将是应对全新题材高强度拍摄的宝贵资产。拍《两京15日》时，为还原历史人物，他苦练骑马射箭；进组地心计划前，更钻研物理知识，力求角色立体。他早年曾出演过《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在里面也是一身土一身泥，摸爬滚打，那股子为了角色拼命的狠劲，被认为是他能够挑战新题材的底气之一。这份沉淀，在《莲花楼》中已见成效，从病弱书生到凌厉剑客的蜕变，眼神细被赞一眼入魂。强大的学习与适应能力也是他的优势。结合其以往快速掌握新技能的例子，预判其面对新表演要求和拍摄技术时，可能展现出的快速学习和调整能力。同时，他已有的庞大粉丝基础和观众缘，这种信任可能转化为对新题材的初始关注度和接受度，为转型提供一定的缓冲空间。转型不易，风险与机遇的最终天平。风险面不容忽视，市场接受度存在风险，固有观众群是否买账，新领域观众能否建立认知，表演风格不适配也是潜在问题。若转型初期表演痕迹重或与题材格格不入，可能遭遇口碑反噬。更关键的是，作品整体成败风险无法回避，演员表现与剧本制作深度绑定地心计划，若剧作不佳，其个人努力也可能被淹没。有消息称，程毅自立门户后，在3个月内累计丢失了13个商务代言合作。如此集中且大规模的代言流失，在竞争激烈的内娱被视为一个强烈的负面信号。这种商业价值的波动，也反映出转型期的不确定性。机遇面同样可观。若转型成功，程毅将能拓宽戏路，实现去标签化，成为更具可塑性的演员。若表现出色，有望在科幻硬核题材领域抢占先机，开辟全新事业板块。更重要的是，完成个人艺术追求的突破，提升在业界内的专业评价和话语权。地心计划是他时隔4年再战现代剧，
搭档《猎罪图鉴》导演刘书巧，科幻题材加实力班底，突破肉眼可见。剧中他挑战硬核科学家角色，从曝光的路透看，眼神坚毅，动作利落，彻底颠覆古装形象，一场值得期待的蜕变。程毅此次转型是一次融合了个人追求与市场判断的勇敢尝试，其过程必然伴随挑战，但从他在古装剧中展现的表演功力和敬业精神来看，这份肯钻研的特质构成了重要的胜算基础。演员的成长往往在于一次次对舒适区的突围，无论地心计划最终成果如何，主动求变的勇气本身已为其职业生涯注入了新的活力。正如他所说，演员的底气在作品里，这份对表演的执着，或许正是他能在地心深处找到全新表演可能性的关键。你相信程毅能凭地心计划彻底甩掉古装美男标签，成为真正的巨抛脸演员吗？